这2年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我们国产的篮球鞋品牌可能有好有坏，但是大家的发展都还是比较不错的。我们出去打球，球场上穿国产篮球鞋的兄弟真的越来越多了，反而像耐克、阿迪之类的品牌在篮球鞋这一方面的市场占有率真的越来越低。不管是谁看到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只要有能力都很难能忍住不进来插一脚。但是说实话，这件事不容易办。说什么我有一个篮球梦，我从小就想自己做一双篮球鞋，这种都是吹牛，不要把想挣钱说的那么高尚，好吧？那怎么去做一双能挣钱的篮球鞋呢？起码不能亏本，对吧？有志者 Uzis 和维动分别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答案，一双偏向于休闲的篮球鞋，还有一双就是相对比较传统、比较实战的篮球鞋。很明显，他们走的就是2个完全不同的路线。有志者想的是做一双能兼顾球场内外的篮球鞋，外观更加像是一双板鞋。它的外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个人觉得还算是无功无过，算不上帅，但是也绝对不算丑，用来进行日常的穿搭绝对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说实话其实不是特别出色。如果要我来概括一下这一双鞋，那可能就是一双可以用来打篮球的板鞋。你想要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多么优秀的实战体验，那肯定是不现实的。但是它做到了各方面都够用，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伤，就是它最大的优势。当然它的缺点也非常的明显，不够灵活，后跟的锁定不是特别出色，还有不算轻质的重量。虽然单支43码的重量只有大概380克左右，但是整体的重量分布并不是特别均匀，中下部分的重量占比明显偏大，再加上它不够出色的后跟锁定，穿在脚上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脱脚感，体感重量会比它的实际数值要重不少。在同价位段，它的实战表现肯定不算出色，300以内比它出色的实战鞋一抓一大把。但是如果想要做到兼顾球场内外，那它确实就是这个价位段最好的选择。而另一个袜厂品牌维动，他们的这一款产品明显更加实战。这样做有好有坏吧？那好处就是只要把重心放在如何提升实战性能上就 OK， 但是坏处也非常明显，毕竟200多这一个价位段已经能够买到很多性能比较不错的鞋款了，对吧？而这一双鞋它有几个点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第一点就是它的鞋楦，整一个鞋楦非常舒适，宽度适中，并且整体的锁定做的也非常出色。系紧鞋带之后，整双鞋的包裹体验都非常棒，同时它还有着不错的基础3要素，抓地、抗扭、稳定性它都没有问题，再加上它出色的后跟锁定，这就保证了它的性能下限是比较高的，而且它同时还有着出色的中底刚性，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也绝对不在话下。但是现在我们国产品牌在300左右这一个价位段的竞争有多激烈，大家也都知道。把它放到整一个市场上去看，它好像在配置方面确实差了那么点意思。虽然它在中底有一块硬度不错的碳板，但是在这一个价位段，可能中底的超链界会更加有吸引力。这一双鞋的中底确实偏硬，基本上没什么脚感，缓震也并不出色，而且大面积的热熔鞋面不仅看上去质感不好，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弯折点、卡脚的问题。当然我这几天跟维动的联系人也联系过，他跟我说，因为这一双鞋还有比较多需要去改进的地方，所以这一双鞋大概率不会失售了。他们已经在着手开发新的鞋款了，那后续新的鞋款会是什么样子，我也不是特别清楚。但是从这一双鞋身上可以看出来起码它应该能有一个很棒的鞋楦。我个人认为一个新进品牌想要做好篮球鞋，鞋楦是重中之重，而维动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起点。那后续最终会推出怎样的一双鞋款，我还是比较期待的。这2个品牌，一个走休闲路线，一个走实战路线。他们所推出的第一款篮球鞋产品我觉得都是比较成功的，起码产品本身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定价也比较合理。那最后这2个品牌能否在篮球鞋市场上站稳脚跟，我觉得还是要看他们后续推出新品的速度能不能够跟上，以及新品能否有更为出色的表现。这2个点都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屏幕前所有正在观看这一期视频的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跟有志者或者维动一样，其他的一些不管是做袜子的品牌，还是做其他配件的品牌，如果他们想要进入篮球鞋市场，想要吃这一块蛋糕，走哪一个路线更能够让我们容易接受一些呢？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吧。